得名花菇。品质上乘的花菇，外形美观，菌盖肥厚，香味浓郁，营养价值丰富，这也让它的售价远高于普通香菇，成为了随县百姓的致富花。在随县，几乎人人都在围绕着这朵白色小花辛勤工作着。但是在10年前，随县的花菇却面临着极为严峻的挑战。从12年的时候有烂蚌的现象，出菇的时候掰开一看，整个的菌丝它里面就已经慢慢的死掉了。烂蚌是指菌带被细菌侵染造成的腐烂现象，往往发生在经过数月精心栽培后即将出菇收获喜悦的时候。此时出现烂蚌，无疑会令每一个种菇者感受到绝望。种了个1万多袋，基本上就损失了一大半。种菇已经感觉没有希望了，1年就白干了。究竟是什么环节出现了问题？这让致力于食用菌菌种技术研究的宋春燕百思不得其解。这个烂蚌其实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那么我们也走访了一些农户发现大部分的烂蚌它都有一个共同点，它在养卷的阶段都遭遇了高温。每年的8到9月是随县秋栽香菇治蚌的季节，近几年随县在这2个月持续高温，菇棚内温度达到35摄氏度的时间长达2周左右。要减少菌蚌腐烂，抗高温的菌种是关键，但是想要在短期内找到合适的菌种又谈何容易？可能大家不知道的就是，育一个食用菌的新品种，它需要的时间是非常长的，可能要到7到8年的时间，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能想到的呢，就是利用我们的就是变温筛选实验，先从我们现有的这些成熟品种里面筛一些就是能够抗高温的这个品种立马去拿到随州去做实验。宋春燕将抗高温性最好的几个菌种发往随县进行实地种植，此时的她充满期待。3个月的栽培期如白驹过隙，转眼就到了出菇的时节。最早过来的这些品种呢，抗高温能力还是很强，但是它的花菇率不高。第一次尝试，最终以无法开出花菇而宣告失败了。那么还有什么方法可以尽快找到抗高温性强，同时适合随县特殊环境易开花的菌种呢？接下来的话，那就只能就是创制新的种子来解决这个问题了。所以说，摆在我们面前的就是尽快的，就是找到合适的亲本，然后尽快的开展这个杂交育种的实验。香菇的单杂交是将2个不同品种的单核菌丝接入同一培养皿中对峙培养，可亲和的2个单核菌丝交汇处会形成双核菌丝，其特征是具有典型的锁状联合结构。这里的双核菌丝即为杂交后代，选取交汇处菌丝进行再培养，最终得到新的菌种。因为杂交具有不确定性，有时可以同时遗传2个亲本的优点，也有可能遗传2个亲本的缺点，因此只有大量的重复筛选性试验才能获得最优良的品种。这里是位于上海市浦东新区的菌工厂，杂交后菌丝耐高温等性状表现优良的菌种将在这里进行栽培试验。每个菌种栽培管理过程中，科研人员会对其进行记录分析，以及观察菌种的出菇表现。那每个品种其实都有它不一样的特点，具体哪种性状会得到您的筛选呢？初筛的话呢，我可能最有可能是会选是它呀。选它。首先呢，它的这个每一个那个原基，它看上去是一个非常茁壮的一个状态，非常有劲儿。我们讲，要给你对比一下，对，粗了好几圈。是确实是这样。那么它就说明它将来可以长得更大，而且它的蕾也不是特别多。就是如果你蕾太多的情况下呢，它整体的一个营养输送的总量是固定的。如果你长得太多，那势必会影响你每一个菇的这个菇型。宋春燕向我们介绍，由于上海本身不具备出花菇的自然条件，所以前期只能通过对香菇品相的观察去判断哪些香菇有可能会成为花菇。一般来说，菌柄粗壮、菌盖厚实的香菇易在大温差后变成花菇，这类香菇是他们的重点观察对象。
每年，上海农科院的食用菌育种团队要做1万多个香菇菌种杂交的实验，而能够最终被选育成品种的，可谓是万里挑一。经过3年漫长的杂交筛选，终于在2015年，宋春燕等到了最适合随县种植的菌株参香1513。参香1513呢，它属于一个农法栽培的广饲型品种，所以给到它的名字是参香。那么1513呢，其实就是它是2015年的第13号宗室啊，所以说参香1513就是这么来的。通过栽培管理，参香1513号香菇终于在随县这片土地破土而出。那么，它的花菇质量又能否达到菌农的要求呢？哎，龚师傅您好，我们想知道，就是通过测量什么来判断它的质量呢？我们判断它的含水量，也就是相同重量的新菇，干重油是多少。花菇一旦被摘下，保存不当就容易发霉和变质，所以菌农常常会将其水分蒸发。瘦身后的干花菇也更容易打包运输，因此测量花菇烘干后的重量是评估花菇产量和收益的独特方式。那么，参香1513香菇烘干后的重量能让菌农满意吗？为了对比，龚师傅找来了一种干湿比较高的茶色花菇作为对照品，2种花菇我们各称重1000克，随后进行烘干处理。好嘞。相同的烘干环境，相同的烘干时间，2种花菇在烘干后的重量上会有什么差别吗？我们的所有香菇都去完水了，我们来称一下，先称先称这个花菇。好，哎，感觉拿在手上明显就变轻了。好，全部放上去了。0.2945。白花菇的去水重量是0.2945，那就约等于0.29。这个小花菇看上去，变形就比较厉害了，都变皱巴了。觉得还是比较轻的这个。好，看一下。好，全部放上去了。这边是0.2065中间。那我们就约等于0.20，两边其实相差了差不多是0.09，就是90克。90克，对。别小看了这90克，接近10%的重量提高。要知道，随县1年的香菇产量能达到7万吨以上，这样的产量增长将会对菌农的收入起到一个巨大的提升。不过，除了产量是菌农的关注点外，花菇的外观品质同样是售价高低的关键。那么，参香1513在栽培过程中也没有出现过菌棒腐烂的状况。如今，越来越多的随县花菇漂洋过海，畅销国际市场。依靠先进的科学技术，随县的花菇种植问题迎刃而解。那当蘑菇采摘遭遇难题，科研人员又将如何应对呢？这里是位于江苏省南京市的一个白菇种植大棚，徐大姐是这里的采摘工人，她半夜起来就是为了采摘白菇。白菇又叫双苞菇，是一种喜湿厌光性食用菌，所以一般情况下，菇房里一直保持着阴暗且潮湿的环境。由于市场对白菇的尺寸要求非常严格，所以白菇种植户必须在白菇长到合适尺寸的时候立马摘下。为此，我们的编导亲自采了一些白菇，来看看这些大小不一的蘑菇到底有什么差别。哎，你快看，我采了一个特别大的，来个小的。哎呀，连体的，哎，这么多。卢教授，我摘完了，赶快验收一下我的成果吧。学长不错啊，采了不少啊。是的，你看我最喜欢这个大个的，怎么样？像不像灵芝？蘑菇呢，这个太大了，它就开散了，营养价值就不高了。那你看啊，我这个小的呢，小的不也很好吗？小的也很好，但是呢，它的产量低了。因此呢，就是正常是采3-4公分。白菇的品质直径3.5到4厘米为最佳，最佳状态一般只能维持4个小时左右。如果不能及时采摘，白菇就会很快进入繁殖状态，形成开散，品质和销售价格大大降低。这次我采蘑菇啊，深有体会，这里的空气温度和湿度都特别的大，
特别的闷，而且呢，你知道我一直弯着腰的腰都已经快直不起来了。不仅是这样的，你知道我要挑选一个适合的这样的一个大小，我的眼睛立马就乱了，你知道吗？不仅如此，白菇在一个生长周期内，播种几乎是一劳永逸的。一次播种之后，菇架上便会一直长出蘑菇，直到采摘大概6轮之后，白菇生长速度变缓，才需要再次播种。这种生长特性导致白菇的成熟时间是无法固定的，也就是说，一个菇房里尺寸过小、尺寸适中、尺寸过大的白菇几乎是同时期存在的，这就导致采摘工必须隔几个小时就要来菇房巡查，随时摘下尺寸适中的白菇。蘑菇这个行当，前面的发酵啊、覆土啊、上料啊等等，都已经机械化了，但是在采摘环节啊，全球都还是人工采，它已经成为制约整个蘑菇自动化生产的最后1公里。芦苇，智能农业机器人和智能传感技术行业的专家，为了解决白菇人工采摘难题，他带着团队发明了一款可以自动采摘白菇的机器人。卢教授，就是我们蘑菇采摘机器人吗？对，这就是我们的蘑菇采摘机器人。一个蘑菇采摘要这么大的机器吗？是的。芦苇团队发明这款机器人，是芦苇教授从事机器人发明行业以来做过最难的一台机器，过程历经了整整5年时间。这5年里，也不乏其他团队投身于白菇采摘机器人的研发中，但是最终都因为各种困难放弃了。这不免让人好奇，白菇采摘机器人的研发到底难在哪里？芦苇教授又是如何带领团队一步步攻克难关的呢？刚开始说要设计蘑菇采摘机器人，我感觉很简单，实际上到现场一看，感觉不是那么回事儿。菇架还4米多高，有6层，菇床宽度1.4米，2个菇床中间的通道就1米多宽，机械结构设计还是有点难度。白菇的种植面积纵向和横向都相对较大，这就要求机器人需要有足够长的手臂，但是种植大棚有限的空间面积，又无法承载过大过重的机械设备，所以机器人的采摘手臂的设计成为卢教授面对的第一个难题。后来我们经过多次讨论，观察工人怎么采的，从仿生学的原理得到灵感，是研发一种可以仿人采摘的这个蘑菇采摘机器人。这手臂你看也挺长的吧？是但是实际上它只能采菇床1半的宽度。人的采摘也只是采半边。所以我们这手臂也是采半边。也是采半边。所以2个臂一协作，同时来提高工作效率。这款仿生机器人身上不但有人的双臂，还有人的腿、手、眼睛和大脑，它们又是如何做到仿生的呢？首先，机器人底部和竖直方向都有位移装置，可以实现左右上下移动，这就是它的腿。2个机械手臂上分别安装有机械手爪，可以像人一样抓取物品，这就是它的手。机械手臂上方都有一个摄像头，手爪中间有一个定位装置，一个负责全面扫描，一个负责精准定位，这就是它的眼。而整台机器的操作由电脑程序编译完成，这就是它的大脑。经过卢教授的介绍，我们这台蘑菇采摘智能机器人有眼、有手、有脑，它的效果具体怎么样呢？我们继续测试一下吧。我们找来了几个乒乓球和鸡蛋充当假蘑菇，将它们分别摆放在玻璃酒杯上。乒乓球的表面光滑，而鸡蛋容易损坏，所以抓取乒乓球和鸡蛋的挑战能考验机器人手爪的力度调节能力。不仅如此，我们又在桌子上放了2个玻璃杯，规则就是采摘机器人需要在酒杯不倒的情况下摘下假蘑菇，并且将它们分别放到玻璃杯中。不知道在如此苛刻的条件下，白菇采摘机器人能否顺利完成挑战。采摘机器人开始工作了，它离
年的研发，多次的迭代更新，这款智能白菇采摘机器人才最终成型。虽然它出色地完成了我们的各项挑战，但是它最终能否完全替代人工，完美走完白菇种植全自动化的最后1公里呢？我们决定让采摘机器人和采摘工人来场终极大比拼。比赛一开始，卢教授这边首先靠着控制手柄将采摘机器人停在了比赛区域里，机器人很快就开始了采摘工作。而徐大姐这边却并没有直接开采，她这是在干什么呢？原来徐大姐在采摘之前需要先手动搭一个移动平台，然后摇动升降台的手柄，将自己送到合适的位置上，才开始进行采摘。而此时机器这边的采摘工作已经过去了10多分钟，但从这一点看，机器占有明显优势。两边此时都已经进入采摘模式，徐大姐这边虽然一开始准备工作拖了后腿，但是作为一名有着多年工作经验的采摘工，她手上的速度非常快，大有后来者居上的气势。而机器人这边速度上明显略逊一筹。根据目测，徐大姐完成一次采摘动作用17秒左右，能采回至少2朵蘑菇，每朵蘑菇根部也都会被迅速削干净。而机器人这边需要先扫描、移动，然后下爪、旋转、抓取，最后还要经过圆形刀片来处理根部。一整套动作下来需要大概10秒，而每次也只能采回1朵蘑菇。看来这机械的手脑眼协调起来还是需要些时间的。虽然徐大姐采蘑菇的速度很快，但是受身高和臂长的影响，骨架深处的蘑菇采起来有些吃力。为了节省时间，徐大姐选择放弃远处的，只采近处的蘑菇。而机器人这边，因为机械手臂长度是根据菇床进行定制的，不存在采摘盲区，再加上2个手臂左右开弓，所以采摘范围会更广一些。在这一方面，长远来看是机器人略占优势，但是对于本次比赛来说，优势并不明显。比赛时间已经过去了一半，此时徐大姐这边已经采满了1筐，换上了新筐，而机器人这边明显筐里的蘑菇数量要少一些。但是随着比赛越来越接近尾声，徐大姐这边手上的动作渐渐慢了下来。因为这个环境很灰暗，到后面眼都看花眼了，所以呢，后面的采摘质量其实是很难保障的。不仅如此，由于徐大姐每次采蘑菇的范围较小，所以需要不停地变换采摘区域，从而会缩短自己的采摘时间。而机器人不同，因为机械手臂的采摘范围相对较广，所以需要移动的次数也少，自然采摘时间就长，并且机器人这边明显不存在疲劳的问题，两边手爪不停地在菇床上穿梭，看起来干劲十足。不知道他最终能否实现反超，赢得比赛呢？距离比赛结束时间还有10分钟，徐大姐的第2筐蘑菇也已经快要装满，机器人这边看起来成绩也不错，谁胜谁负，一时间还真是难分高下。终于1个小时的时间过去了，到底谁能取得最终的胜利？我们马上来揭晓答案。好，我们的比赛结束了，我们请2位选手回到我们的现场。看来我们的收获颇多呀！我们先来看看徐大姐的这个啊，徐大姐这个蘑菇啊，每一个都非常的干净。卢教授这边呢，大小也不错，但是呢，有一些根儿啊，它清理的不是特别的干净，还带一些。最终，徐大姐代表的人工组1个小时内摘得合格尺寸的白菇，共计1276颗，且蘑菇无损坏，根部全部处理干净。卢教授带领的科技组1小时内摘得合格尺寸的白菇，共计943颗，但是部分蘑菇根部处理得不干净，因此不管从数量上还是质量上，最终还是人工略胜一筹。采摘机器人虽然输了比赛，但是整体的工作表现让每个人都很满意。它的出现填补了白菇采摘机械化的空白，让多年来饱受用工难困扰的白菇种植行业看到了希望。卢伟教授和他的团队发明的这款机器人，目前已经得到了大部分种植户的认可。